哇，真的是很热哦，所以下午拍摄就是这样热，还是早上拍摄好。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了。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了。今天我来到了 JDM Fevers Office 这里呢，今天要试驾我手后面这一辆啦 ，POV 试驾给你们看。那时候我出了一个短暂的这个 POV 夜晚的试驾影片给你们看了之后，今天刚好 Alan 不在，他已经去到 Bangkok 了，我们就偷他的车出来驾一下嘛，来介绍一下这辆当年称为叫飞盖呀，由 S 系列的底盘打造出来的这个180 SX。 你会看到后面这里有一个大片玻璃，所以这一片玻璃的话也稍微比较重一点的。当年说起来是非常好漂移的辆车，可能它的车身重量才1100公斤左右啦，驾起来也是非常好操控的。后面有大片玻璃，有一点稍微的重量，可能也会比较好飘一点吧。那我很喜欢它这个车的屁股啊，因为当年我们有玩 Need for Speed Underground 的时候呢，它虽然是24连 SX， 是样子是这样啊。如果你们认得的话，最重要的这辆车的车头是我非常喜欢的跳灯。想看我驾这辆车上山的话，不妨点个 like， 还是一样老规矩，2000个 like 以上冲上云霄吧。讲当年的话，这辆车总共有4颗引擎可选择啦，它有 1.8 NA、1.8 Turbo、2.0 NA 跟2.0 Turbo。当年初代的时候呢，它是推出 1.8 的哈，所以这辆车在我前面的是 CA18 DET Turbo Inline 4的。很多人问为什么这辆车不换 SR20 DET 更有力吗？ 而且 spare part 更容易找嘛，那主要是 Alan 还要保持的原汁原味给大家啦，所以这辆车还是用这 1.8 公升的 CA18 DET， 车身轴距为2475 mm， 长度为4521 mm， 宽度为1689 mm， 高度为1290 mm， 车身重量1001到1002公斤左右啦。180 SX 日产于1989年至1998年生产的一款后驱的运动型轿车啦，它由 S13 的平台系列打造啦，所以这款车的外观是当年是非常的时尚。 而且它灵活性跟操控是比较好的，所以在漂移界里面还有改装车子圈里面呢是蛮经典的一台车。那主要重点就是它外观设计上面呢，只用了一个掀背型的设计，非常符合当年跑车的一个潮流跟文化。前大灯呢也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跳灯哦，就是它跳灯那跟 AE86 一样的，它其实有一个按钮一按哦，它把那个灯升上来，可是那个大灯是没有开的嘛，大灯需要扭转那个按钮 才可以打开，跟86一样的。可是现在 Alan 改装过了，它直接打开灯就是连那个盖也打开了啦，所以基本上那个隐藏式的开关都已经是废掉了的啦。当年有一个无边框的门哈，开引擎盖。那这辆车是180嘛，其实 Alan 还有一辆是 Full Nismo 的一个 S15， 哇 S15 那个也是很好看的。 那个500多匹马力哦，弯弯啊！哦，这是卡本盖还喷上了气哦。哎，姑妈，为什么那只东西不见掉了啊？改了吗？啊，改了就没有了的啦，就要用这只铁了的啦。那这支引擎是一个 CA18 DET 的一具1.8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啦，主要是在1989年到1991年的话，这支引擎可以产生175匹马力的。中期版本的时候呢，它就升级了2.0 Turbo 嘛，那个是有205匹马力的啊。主要是这辆车也没有什么大改啦，就改了一个 Open Board Intake， 然后也没有什么大马力，主要是这辆车可以打炮哦。之前在 Tokyo 的首轮的时候就有稍微做了一下。 不要常去做哈，水龟该升级的做出了升级。这辆车很多人说当年的原装的卡钳很不够用哦。如果是没有错的话，这辆车已经升级了一个来自 R32的一个 4-port 自活塞的刹车卡钳，来自于 Sumitomo 的，应该是plug and play的嘛，都是Nissan嘛哈。18寸的轮圈，前面的轮胎用235/40R18，后面用255/35R18寸，所以后轮驱动都比较大力一点的。后面还有一个飞机啊。 要打开车尾箱呢，就这边的插钥匙开，哇，很重，还是一样要放一只铁啊。前面的引擎室内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电箱的了，那电箱已经搬到了后面了，已经刚刚换了一个新电箱了，刚刚要 start 车没有力啊，所以我们为它换上了一个来自 Teflon 的一个新的电箱。Teflon 是一家知名汽车电池品牌，拥有超过60年生产的历史。Teflon 的电池以及高性能、长寿命和可靠性称，广泛用于各种类型的汽车，包括家用车、商用车以及工业车辆。那为什么会选择 Teflon 呢？主要它的特点和优势就是第一个
就是高性能的设计了，稳定的电力输出，采用先进的科技和高质量的材料，保证电池在各种环境下稳定输出，快速启动能力，即使在低温度的情况下也能快速点火了。再来第二个特点就是长寿命了，所以它构造很耐用啊。Teflon 的电池采用耐腐蚀材料和优化内部的设计，有效延长电池的寿命啊。如果你长时间不使用这个电池啊，电池也能保持最高的电量。第三个特点就是免维修技术了，很多 Teflon 的电池采用免维修的设计，所以它无需定期补充电解液，降低了很多用户的麻烦啊，还有成本啊。第四个就是它的适应性强了，不管什么的气候啊，尤其像马来西亚这么热或者是冷的国家，都可以适应到。还有各式各类不同的车型，满足不同的顾客要求。它使用了可回收的材料，符合国际环保的标准。Teflon 的电池呢有多类型啦，比较常见的就是有 EFB， 比较适合有 Auto Start Stop 的车辆啦，像你新款的 Myvi 啊那些已经有了的，所以你们注意一下，你们车是不是有多一个这个 logo 呢？就是代表有没有 Auto Start Stop 啦。总结来说 ，Teflon 电池呢在全球市场都享有良好的声誉，此产品的可靠性还有高性价比，受到广大的车主还有汽车制造商的认可。天气很热哦，我们进去 start 一下车吧，好吧？两张 Recaro 的，应该是 SR3 吧，跟我的 EK 一样的嘛，看起来哈。虽然是两门，但是后面其实还可以做小孩子的。是很热，我们来打造引擎一下。然后这边还有3力表 ，FSC 的水温、油温、油压，冷气够冷啊！这辆车，有时候买旧车最怕冷气不够冷啊，这辆车是冷啊！还有音响可以听啊，各位啊 ，Nismo 的挡挂，有一个传统手刹，这是调它的 side mirror 的，可是我觉得这个 side mirror 应该是没得调了，换过了，好像Ganado来的吧，没有错的话，如果你们知道的话，留言下面给我知道一下哈。还有这个往后镜 carbon 的，这个有天窗的，可是我不敢开。Casco 的 roll cage， 这辆车在我上个礼拜驾的时候，它是一个 racing clutch 的，比较硬，比较难控制。可是现在因为 clutch pump 漏油了，换了一个 clutch pump， 再加了换了一个新的离合器哦，原装的，所以踩下去很软，很适合驾，很好驾。我觉得新手驾不是问题啊。我换了一个 Nardi 的方向盘，我觉得这个很好抓，因为它旁边都是很均匀的，所以我觉得驾起来是非常好驾，漂移很好用啊。这样子还有一个 Turbo Timer 啦，就是当我关掉这个锁匙了之后，然后它会有30秒时间来慢慢cool down这辆车，30秒过后它才会把这个引擎关掉的。这里有 Hazard Light， 就不懂是什么了啦哈，雾灯，还有 Front Defrost。有 Turbo 就是不一样，非常舒服，视野角度非常的好。除了这辆车，可能这个椅子的 bracket 做到没有这么衬我，所以它的腿这边会比较高。如果坐姿再低一点会更好啦。可是现在我的坐姿是比较高，去试驾吧 ，Let's go。Alright, let's go。哇，这辆车呢，一换上了这个原装 clutch， 真的是好驾很多。然后很容易驾，那个离合器的拿捏非常的好，要不然它的有我半个EK难驾这样啊，它咬合度就是那一点点。讲真的哦，180 SX， 不管是它 S13、14、15都好哦，我其实都没有驾过。第一次驾的时候，这辆车的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好开。虽然这辆车的这个方向盘呢是跑着液压助力的哈，可是呢，驾起来一点都不难驾，很轻盈，也不太重，刚刚好那个力道。对女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好事吧。你要记得哦，在1989年那个年代哦，很多人都是在玩着 NA 的，那大 CC 大马力，这种动力175匹的话，可能要2500cc 或者是3000cc 才会有这样子的动力吧。然后那个转速呢，要去到整4到5000转，你才能来到这样的这个马力啊。可是对于这辆车当年1800cc Turbo 拥有这样的马力，已经是很厉害了。这辆车的悬挂方面呢，已经换上了这个10的 adjustable， 所以驾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哟。
很舒服。这辆车也是有 roll cage 的关系啦，所以感觉到这辆车的车身蛮扎实一下。先说一下这辆车的优点呢，我觉得这辆车的优点就是第一个它的时尚的外观，尤其是这组跳灯哦，我觉得在这个年代，不管你加一个跳灯，任何一辆车出去哪里行走喝茶，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眼神都看着你，因为你的车很特别，就好像我现在看到对面这辆一样，双门的，一样的道理。然后，第二个优点呢，这辆车很容易驾，真的，我觉得一个新手来讲哦，完全不是问题啦。然后，主要是这辆车呢，它是一个后驱的，它带给大家的这个欢乐是很多的。OK，so far我驾这辆车在这个高速玩的时候啊，在 LDB 的时候，其实因为它是以前的科技的车嘛，它没有太多那些电子辅助啊，就可能你过这个弯的时候哦。你会觉得我要不要踩着油过？我又怕甩尾哦，是吗？因为没有电子辅助嘛，那你就会选择性你去放油啊，然后让它这样子过这个就可以了。所以正确的驾驶方式，我觉得在过弯的时候，要用适当的速度，你刹了车之后，你放油，让它顺着过。你可以慢慢点一点油啦 ，of course， 这样子顺着过就好了。而且你会觉得过弯是非常的舒服的这样子。然后以这个89年的年代的车来讲哦，我觉得它整个车的刚性是非常的 good job 的啦。然后它的悬挂方面，无论是它的这个底盘，它的操控，我觉得是真的很惊艳到我。OK， 你看啊，238油门罢了。都不用踩完了，它力。所以我能够想象到，在那个90年代的时候啊，断电。这个状况呢，其实在上2个礼拜完全都没有问题啦。把这辆车驾回家去了Tokyo Auto Saloon，完全都没有问题。直到上个礼拜的麦上面有 event 的时候呢，这辆车也是遇到断 fuse 的问题哦，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把它拿过去Kepong的车厂去检查，然后他说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可以驾了。然后现在又回来这个断 fuse 的问题，不懂是哪一个 wiring 出了问题了，所以驾老车就是要预备这样的问题。Anyway， 今天虽然这个影片没有完成到很完整的一个 POV 试驾的，下一期我们再补给大家。那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啦，Goodbye。